一场意外事件，让大学生大辉和心爱的青梅竹马黎央分开。多年后，当警察的大辉遇到了黎央，曾是天真少女的她，如今成为了连环杀人案的主嫌。这是一个关于爱与复仇的故事。15年前，黎央和他爸爸以及弟弟小优一起住在村子里，一家3口虽清贫，但生活的自在又开心。因为他爸爸在大学田径部担任宿舍管理，黎央和小优经常能和田径部的大学生们一起玩耍。在这帮充满活力的运动员中，黎央心仪着一个人，田径队的明星大辉。那天午后，大辉带队在预选赛中夺冠。当众人正在庆祝胜利的时候，黎央想在大家面前向大辉表白，大辉害羞的插话打断了。他们一回到宿舍，大辉悄悄把黎央带到一边，递给他一个护身符，这是黎央亲手做的，祈祷大辉夺冠用的。现在大辉把它送给黎央，希望他后天的大学考试能顺利。大辉脸红着，说话都结巴了。你刚才的话没说完，考完试让我来接着说吧。发现暗恋的人也喜欢自己，黎央乐开了花。特别要说的是，弟弟小优因一次事故头部受伤，导致弥漫性轴所损伤，情绪失控会造成部分失忆。尽管治疗有所控制，但目前医疗还不能彻底治愈。黎央的梦想是进全国顶尖医学系，研发新药帮小优治好病。为此他学习比谁都刻苦。那个晚上，田径队去开庆功宴了，黎爸出差了，宿舍里只留下黎央、小优和学长阿泰。黎央很懂事，留在宿舍准备考试，他却不知道灾难正悄悄逼近。阿泰的朋友渡边突然来访宿舍，黎央被渡边吸引走的期间，阿泰违规偷带了2个女生进宿舍。阿泰和姑娘们玩得很开心，而渡边心中却泛起了恶念。夜越来越深，渡边悄无声息地接近了专心读书的黎央，不小心撞倒了桌上的试卷。黎央弯腰整理试卷时，渡边趁机往他碗里倒了药粉。接着，黎央毫无戒备地喝下了碗中的汤。他在昏迷前听到渡边那恶魔般的话语：药物有救命的一面，也能毁人一生。凌晨时分，黎央迷糊地醒来，发觉自己仍穿着睡衣躺在熟悉的床上。黎央突然惊恐地发现，他的手腕上有几道干了的血痕。此刻，风尘仆仆的爸爸冒着风雨赶回家，看见满脸困惑的女儿，黎爸突然说不出话来，颤声重复这几句：你还好吗？对不起，要是我早点回来就好了。这时候黎央心里乱成一锅粥，对昨晚的事一点印象也没有，心里声音在喊：忘掉他，别再想了。得知女儿失忆，黎爸立刻松了口气，对自己深夜出门的事守口如瓶，只叮嘱黎央好好备考。黎央问黎爸是否看见自己昨晚的外套，那外套口袋里有大辉给的护身符，似乎在隐瞒什么。天一亮，黎爸便送黎央去东京考大学。虽然黎央心里满是疑惑，他还是集中精力投入了考试。之前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他相信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正当他洋溢着喜悦时，却没想到前一日还送他出门的黎爸因病去世。画面快速切换，黎央和小优在外婆的协助下处理了父亲的后事。曾经遮风挡雨的大树突然倒下，让这对兄妹深陷巨大的哀伤中。就在那一刻，一位突如其来的人冲进了灵堂，他是渡边的老爸。他无助地对黎央喊：你看到我儿子渡边了吗？他已经失踪好几天了。他最后一次离开是去宿舍。听到渡边这名字，黎央忍不住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幸好田径教练及时赶来，把渡边爸爸带开了。渡边失踪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村子，警局不停地播放着他的消息，整整24小时，宛如一场挣脱不了的噩梦。晚上，黎央独自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神秘包裹，里面是一件血迹斑斑的卫衣。惊慌中，黎央撞到了头，一瞬间，许多被忽略的记忆碎片突然涌现。失踪的渡边，黎爸深夜回家，洗衣机被血染成鲜红，地上的奇异污渍洗不掉。黎央脑海中涌现一个恐怖的真相，如同海底水怪般浮出水面。那个夜晚，他和黎爸或许都做了不可饶恕的事。在寂静的夜里，黎央把那件血迹斑斑的卫衣烧毁，他眼中流露出绝望的泪水，却又不自觉地冷笑着。次日一早，一名叫做加赖的律师参加了黎爸的葬礼。外婆向困惑的小优透露，她其实和黎央是亲兄妹，黎央的亲妈也是位成功的女企业家子，特意让加赖送黎央去东京读书。但黎央不想在这关头离开弟弟，决心留下来与小优同住。外婆费心劝解，亲兄妹终究不能一直在一起。小优和我，你大胆追梦去吧。黎爸过世后，以前任性的小优现在变得很成熟，他理解地对黎央说：姐，放心去东京学习吧，遇到难题我会帮你的。这一刻，黎央坚定了信念，一定要开发新药治好小优。晚上，大辉感觉黎央最近很脆弱，决定勇敢表达自己的心声，希望鼓励黎央摆脱低落。我喜欢你这句话是黎央曾梦寐以求的，但现在
他只感到悲伤，因为她不再是那个能够无忧无虑伴在大辉身边的女孩。大辉把痛哭的黎央紧紧抱进怀里，心疼地抚摸她脆弱的背。这个女孩总是以灿烂的笑容照亮别人，但谁又能疗愈她破碎的心呢？转眼间，大辉就要参加决赛了，同时也是黎央离开的一天。黎央没告诉大辉自己要搬家，他不想影响大辉比赛，也不想和他正式道别。小优不舍得送姐姐到门口，虽然他豪言壮语要自己照顾好自己，但到最后还是忍不住泪眼婆娑。随着裁判的发令，运动员们飞速起跑，黎央家的搬家车也开走了。虽然黎央努力控制自己，但他还是忍不住去关注比赛的情况。加赖察觉到黎央的不安，故意改了路线，让黎央能直接看到大辉比赛的风采。临到最后，黎央冲下车，站在桥上目睹了大辉的辉煌时刻，眼泪盈眶。这个少年的形象牢牢刻在他心中。最终，黎央没能亲自和大辉道别，他很清楚自己即将踏上一条意想不到的路。画面突变，已是警察的大辉正在侦查一起谋杀案，死者正是多年寻子的杜爸。同样奇怪的是，渡边的尸体也是最近才被发现，经过鉴定确认已死去15年。警觉敏锐的警察发现，杀害渡边和杜爸可能是同一人。为揭开真相，警方审查了杜爸最近的所有接触者，发现他在事前与真田集团有过争执。此时，大辉得到了渡边的死亡资料，从遗物中找到了自己熟悉的物品，黎央手做的护身符，护身符里还夹着他给黎央的便条。紧接着，大辉和手下游一接到命令，去调查真田集团的女社长黎央。在调查过程中，游一对黎央赞不绝口，称她为100年来最有才干的女社长，崭露头角的商界新星。大辉怎么也想不到，这些词能和那个朴实的农村姑娘黎央扯上关系。不久，大辉目睹了黎央从豪车中走下，15年未见，他已变得认不出来，表现出高贵的风范。当见到大辉时，黎央的眼神犹豫了一下，随即又恢复如常。他笑得很优雅，对大辉说：“您好，警官，我叫真田黎央，请多关照。”在被询问时，黎央滴水不漏，极其冷静地反复说着几个词：“不认识，不清楚，不记得。”即便大辉询问黎央有关护身符的事，黎央依然微笑着说不知道。这次的提问对案件无用，大辉只好让黎央离开。黎央出了警局，就立马联系律师加赖，得知黎央未受警方为难，加赖显然松了口气。自黎央3年前成为社长以来，加赖就变成了真田集团的忠犬，只要是帮黎央消除障碍，不论是黑是白的人物，加赖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黎央一回公司就看到集团的董事后藤气呼呼地等着他，后藤则怪黎央成了案件的嫌疑人，对公司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但黎央几句话就打发了他。黎央不知道的是，他的社长办公室已经被监控，后藤贿赂了情报商和黑客来收集他的秘密，打算把他从社长职位上撤下。同时，大辉在警察的会议中得知了更多关于黎央的信息。黎央成为社长后，真田集团的主要业务从经营养老院转为开发治疗脑损伤的药物。看到这些，大辉不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看来黎央一点都没变，她依旧是那个心系医学救治的善良姑娘。这天中午，加赖与黎央共进午餐，得知黎央与大辉再度相遇，加赖身上醋意很重。加赖告诫黎央，如果再接到警方的传令，一定要带他一起。目前是公司新药开发的关键时期，绝不能让这次事件影响药品的头饰。看到加赖这么关心自己，黎央不禁笑着对他说：“这么多年，真是多亏了你。”只有这个时候，黎央的脸上才会浮现出少女时的温柔与可爱。画面突然切换，回到15年前的东京。黎央随着加赖来到了东京，久别重逢的妈妈阿紫和哥哥阿正聚餐时，阿紫努力想要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但阿正却不断泼冷水。他冷淡地对黎央说：“在这个家，工作和股份才是最重要的，别再做那些母慈女孝的白日梦了。成为真田家的一员，就把你那没用的爸爸和弟弟忘掉吧。”原来黎爸为避免嫁入真田家，带着黎央逃回了乡下。缺乏父爱的阿正一直对自己的父亲怀恨在心，认为他是个丢家弃子的无能之人。一直崇拜父亲的黎央与阿正发生了争执，让聚餐气氛变得尴尬。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黎央都难以适应东京的生活。在乡下，他常和田径队的同伴们共享大锅饭，生活忙碌又热闹。不过到了东京，他一个人对着冰冷的餐桌。黎央在东京学校交不到朋友，每天就指望和小优通电话的几分钟。隔天，阿正突然传来坏消息，住在田径部宿舍的阿泰染上毒瘾，这事在小镇上激起波澜。面对警察和记者的追问，崩溃的阿泰最终吐露了实情。一直以来，失踪的渡边偷偷把药粉卖给他和其他成员，这样的丑闻严重打击了白山大学田径部，社团活动被迫停摆，许多学生的田径梦想也因此破灭。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学校的阴暗面不止这些，越来越多的女性受害者报警，称自己曾被渡边侵犯。看到这则新闻后，黎阳吓得赶紧关了电视，脑海里闪过些模糊的画面，但他不想去回想。正想问小优情况如何，手机却被阿正生生夺走。阿正觉得黎阳的成长环境有问题，禁止他再和田径部的人联系。黎阳试图多次夺回手机，却被阿正粗鲁的拒绝。黎阳只好向阿紫求助，希望他同意自己先回乡下一趟。重视公司声誉的阿紫不愿意答应，叮嘱黎阳风波过后再回家。黎阳在真田家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作为秘书和律师的加赖都看在眼里。晚上加赖邀黎阳共进晚餐，并借给他一部新手机。加赖温言对黎阳说，你妈妈和哥哥其实也是想帮你，只是不擅长表达而已，你有什么不开心的都可以跟我说，我会保护你。话刚出口，加赖意识到话说的有点过了，赶紧补充这是阿紫交代的。有了加赖的支持，黎阳感到自己在家里终于有了依靠。第二天一早，大辉偷偷找到田径部的经理林子，询问关于渡边和阿泰的事情。林子眼泪汪汪的对大辉说，白山大学的好几个女生都被渡边害惨了，不仅被他侵犯，还被他拍裸照威胁。他之所以帮阿泰和渡边隐瞒吸毒，是因为自己的裸照被渡边控制住了。听到这些，大辉不由得想起突然消失的黎阳。最后一次见面那晚，黎阳身上也有些不寻常的伤痕，自己对自己也挺纳闷的。黎阳也算是受害者。那个下午，黎阳偷偷用加赖的手机给小优打了电话，刚好小优和大辉在一起，立马成了他们的爱情助攻。听到黎阳的声音，大辉有点傻眼，支支吾吾地问了那句心里话，你还好吗？黎阳不想让意中人担心自己，总是笑称每天生活得很满足快乐，把所有的委屈和孤独都深藏心底。大辉对黎阳说，这次的经历让他萌生了一个新梦想，成为一个能扫除邪恶伸张正义的警察。他微笑着告诉黎阳，你是医生，我是警察，咱们一起加油吧，给大家带来点快乐吧。在大辉的鼓励下，黎阳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他决定不能再这么消极了，他要让那些小瞧他的人刮目相看。第二天一早，阿正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爱车方向盘被锁了。那位平时言听计从的妹妹拿着钥匙一字一顿地对他说，还我手机，钥匙就还你，从此以后别再说我爸和弟弟的坏话。面对突然坚定的黎阳，阿正立刻软了。旁边的阿紫静静地看着一切，心中对女儿满是赞赏。阿紫带黎阳去海边，对他说，我不是个完美的妈妈，但我觉得我们能成为好的合作伙伴，想不想接手妈妈的公司呢？我会支持你的梦想。听完阿紫的话后，黎阳不禁深思，借助妈妈的钱和权力开发新药，可能是个更直接的方式。7个月后，黎阳终于被允许回到乡下。那时沉浸在快乐中的他没意识到，可怕的真相正慢慢逼近。小优向黎阳透露，他在篱笆的东西中找回了早逝的手机，里头好像录了场恐怖的视频。小优一走，黎阳至心就按下了播放键，那些不愿回忆的场景如黑漩涡般袭来。那个晚上，黎阳被渡边用药迷糊了。正当渡边想对黎阳不轨时，小优突然持手机现身。渡边怕留下证据，小优被挡下来时，一片混乱中，小优不小心伤到了渡边，失血太多的渡边动弹不得，很快就在黎阳怀里昏迷了。后来因脑病，小优把这事忘了。想起一切，黎阳颤抖着删除了视频。他对外人没有戒心，导致纯真的弟弟成了杀手。那一刻，黎阳心里有了决定，他是要不惜一切保护弟弟。黎阳温柔地摸着小优的头，安慰他，别怕，姐姐一定会保护你。当时黎阳正这么想，只要兄妹俩在一起，没什么可怕的。但5年后，小优突然神秘失踪。故事又回到2021年，警察查找到了杜爸生前的宾馆，在那个房间发现了高达500万日元的现金。不止如此，监控录像显示黎阳出现在旅馆附近。当晚，下班后的黎阳去甜品店买点心，感觉到有人在跟着他。正当他想逃走时，大辉突然从暗处冲出抓住他。更奇怪的是，他们交流时自然地用上了家乡话，就像从前那对互有情愫的青梅竹马，并没有15年的隔阂。大辉温柔地对黎阳说，我想以朋友的方式跟你聊聊，我会为你保密的。与此同时，加赖从弟弟那儿听说黎阳跟大辉见面的事，急忙往黎阳家赶。看来青梅竹马和忠犬男的对决在所难免。接着黎阳带大辉去了他常去的酒馆。大辉向黎阳坦白，他一直因为杜爸的事感到愧疚。渡边丑闻曝光后，一直寻子的杜爸遭到了村民的排斥，愤怒的人们对他大声斥责，你知道你儿子干了啥吗？大辉望着杜爸走向远处的背影，不自觉地觉得他挺可怜的。这位老人真没做错啥，只是太爱自己的儿子了。大辉心里想，如果当初自己能多帮他点，
这位可怜的老人是不是就不会死呢？听到这话，黎央认真地对大辉说：“其实你给的护身符我那天就丢了，我确实私下见过杜爸，但我绝没有杀他，你信我吗？”大辉被黎央坚定的目光打动，陷入思索。回警局后，大辉和同事金田部长一起复查了公园的监控，监控显示的情况和黎央说的一模一样。那天黎央见了杜爸之后，匆匆几句后就跳上出租车离开了，连作案时间都没有。不仅如此，杜爸身高超180厘米，不可能让瘦弱的黎央轻易杀死他。大辉还查了黎央的所有个人和公司账户，并未发现有提取500万日元的记录。尽管如此，警方未放弃追查黎央。次日清晨，急忙前往出租车公司调查监控。尤一和司机都认为黎央整路上只是安静睡觉。大辉看着屏幕里低头的黎央，小声说他在哭。他心里明白，黎央肯定还藏着什么秘密。而黎央则从集团的后藤董事那里听到了坏消息，公司收到了一封威胁信，要黎央马上取消新药发布。但黎央对这封信毫不在意。自从他成为社长后，收到的威胁已经多得数不清。他不会因为小小的挫折就放弃一直追求的梦想。加赖知道黎央收到恐吓信，曾想取消发布会，但黎央坚决的态度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黎央心底其实有个秘密，他计划在新药智脑损伤上市后，想见一次小优。当初黎央发现小优是杀害渡边的真凶，他冒着风险把小优带回真田家一起居住。起初他们姐弟俩生活得很温馨安稳，但5年后的一天，小优突然悄无声息地消失了，留了张纸条说已经恢复记忆。小优消失让黎央差点崩溃，日夜不停地找弟弟，但始终没有结果。在他最失望时，加赖给了他安慰，帮他重新找回了力量。最终是母亲阿紫通过公司关系帮黎央找到小优，但小优拒绝见黎央，还说要断绝兄弟关系。听完妈妈的话后，黎央顿悟小优一直放心不下自己曾杀人的事。阿紫看到这情况，柔声对黎央说：“别担心，小优会每月给你寄安心的明信片，你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阿紫走后，黎央痛哭着自言自语：“全是我的错，都是我伤害了小优。”加赖虽不清楚兄妹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仍旧温柔地安慰黎央，如往常一样，让他先把悲伤放一放，全力追逐梦想。此刻黎央对加赖有了完全的信任，他忍不住靠在他身上痛哭。从那时起，黎央每月都会收到小优寄来的多种明信片，但姐弟俩从未见过面。镜头切换，大辉和尤一暗中跟踪黎央，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位光彩照人的女社长其实过着很普通简朴的生活，每天去孤儿院给孩子们读故事，下班后独自步行到街边的小酒馆，晚上住在普通的公寓里，看起来就是个普通城市女性。第二天早晨，他们在公司门口截住黎央的秘书问话，但仍然没有获得有效线索。秘书迟疑了一会，最终把黎央收到的威胁信告诉了大辉。尽管面临死亡威胁，黎央不顾反对，坚持举行新药发布会。他想让全世界，也让许久未见的弟弟小优知道，自己研制的新药完全可靠和有效。终于到了发布会当天，不只是众多记者，还有后藤派来的专门抹黑黎央的记者阿菊也来到了现场。黎央一个人在休息室里编写演讲稿，却没意识到危险正在悄然接近。同时，大辉在发布会的地下停车场巡视时，注意到一辆异常的车，忽然想起那是那晚偷跟黎央的车。随后在洗手间找到一套被换掉的衣物，他心里顿时警钟大响，迅速跑向黎央的休息室。但大辉还是晚了一步，神秘人已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黎央背后。机警的黎央发现后，悄悄给加赖打了个电话。幸好那个神秘人没当场杀黎央，而是拿着利器压着他往地下停车场走。就在黎央快被塞进车里时，加赖从角落冲出来救了他，但加瑟手空如也，不敌神秘人，很快就受伤败退。关键时刻，大辉及时赶到并制服了神秘人。神秘人被逮后像困兽一样向围过来的记者吼叫：“真田黎央是杀人犯，他偷走了我的研究成果，害死了试验员。”新闻记者们听了都激动了起来，毕竟这位美女总裁的丑闻比发布会更吸引人。此时的黎央无心掌控局面，他赶紧要把家属送去医院。到医院以后，大辉向黎央透露，那个神秘人是一家破产医药公司的老板，几年前黎央高价挖走了他的研究员，他公司的表现直线下滑。从那时起，他便对黎央耿耿于怀，全都怪黎央害自己公司倒闭。听到这些，黎央忍不住气笑了。研究员全都是自愿跟来的，那位试药员是因交通事故去世的，与药物无关。那社长竟然因为小气和多疑，阻挠一款能利益社会的药物面世。黎央无奈自言自语：“请别给我添麻烦，我真希望新药能顺利面世。”这时，大辉似乎发现了一线中，要线索。他试探性地问：“难道案发那天，杜爸也以公司的声誉威胁你？”黎央没回答大辉，只是颓然说：“如果能以朋友的方式聊聊就好了。我不是社长，
每天和家人无忧无虑的相处。听了黎央的话之后，大辉沉默了。15年的分离加上2起杀人案，使这对儿时的好友很难再敞开心扉。第二天早晨，真田集团的股票急剧下滑，网上也充斥着负面新闻，黎央却丝毫不畏惧，雷厉风行地处理丑闻，公关部立刻辟谣，同时迅捷筹备新药发布会。无论遇到何种困难，无论代价多大，他决心让治疗小优的药尽快上市。同时，原本停滞不前的警方终于获得重要线索，他们调查了杜爸住的旅馆周边的所有监控，最后在一家咖啡馆发现杜爸与一神秘帽子男交易500万现金的视频。当天案发时，帽子男也在公园一带出现，此时警方还未察觉，他正秘密追踪黎央。更震撼的是，他的黑帽之下竟藏着一张与小优极像的脸。黎央在关键的新药发布会上被别的公司总裁诬陷，后藤作为竞争对手的总裁不放过这机会，处处在工作上刁难黎央。一次聚会中，阿紫透露，原来后藤是最有希望成为社长的人选，黎央的出现让他落选，这也是他处处针对黎央的原因。阿紫希望黎央能和后藤和好，共同带领真田集团走向更辉煌的未来。在妈妈前面，黎央总是显得拘束，低头不语，表面顺从的样子。直到妈妈走后，房间里只剩下黎央和加赖，黎央这才放松下来。加赖宠爱的把碗里的大虾分给黎央，好像他们更像一家人。后藤原本想在不损害公司声誉的前提下搞垮黎央，却没想到阿菊私下里把一份揭露真田集团内幕的样刊邮寄给了所有股东。后藤追问阿菊时才发现，他不是能随便用钱驱使的棋子，而是真心想要对付真田集团。更甚，阿菊掌握了能重创真田集团的证据。后藤不明白阿菊的真实意图，只能让帽子男偷偷搜集他的资料。帽子男查出，阿菊曾是名校生，因故中断了1年学业，现在还没搞清楚他与真田集团是否有过节。同时，大辉和游一在问加赖和黎央有关帽子男的事，但俩人都说没见过这人。紧接着，大辉突然正色问加赖，案发那晚你在干嘛？加赖虽然突然被怀疑，但没生气，他平静地告诉大辉自己的行程。游一问到加赖跟黎央的关系，加赖就开始紧张起来，支支吾吾地说两人只是相处了15年的家人。看到加赖的反应后，大辉显然脸色沉了下来。谈话结束，加赖冷淡地对大辉说，以后办公务直接找我，别去烦我们社长。面对加赖的要求，大辉一言不发。第二天早上，加赖向黎央传达了一个坏消息，不良媒体把黎央当嫌疑犯炒作不断，把他研发的新药描述成致命毒药，混淆视听。正当黎央急忙前往公司应对危机时，更坏的消息突然传来，当前的试药志愿者受网络谣言影响，坚决退出新药测试。作为投资者的黎央不能直接和试药人接触，只能频繁请研究所医生帮助沟通真相，新药上市因此受阻。研究所的人也暗地里对黎央议论纷纷，连哥哥阿正也不停在妈妈面前诋毁他。接连的变故让黎央感觉特别累，却找不到人倾诉心事。同时，大辉和游一在网上发现了黑黎央的文章。游一感叹地说，大家都不关心真相，他们只是喜欢看见有钱有颜的大小姐落魄而已。听了这番话，大辉开始深思，黎央的生活真的幸福吗？晚上在居酒屋，黎央偶然看到白山大学田径队进决赛的新闻，他脑海中涌现出与大辉美好的往事，情不自禁给他打了电话。大辉故意分开了游一，一个人去参加约会。黎央迫不及待地分享这个好消息给大辉，两人难得的一起放松，共享晚餐。只在大辉面前，黎央才放下防备，回到那个脆弱的乡下姑娘状态。他情不自禁向大辉抱怨，我可能马上就得下台了，如果那样小优的药就难以上市，我这15年辛苦到底为了啥？不懂商业的大辉没办法安慰他，只好默默保持沉默。离开居酒屋后，体贴的大辉送黎央回家。就在那一刻，黎央心头突然涌起一股冲动，真想依靠这个人，好想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他。但最终黎央还是忍住了，他再次严肃地对大辉说，我真的没杀毒吧？大辉认真地回答，我会证明这一点。听到这，黎央忍不住哭泣，扑进大辉怀里，心里默默发誓，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向别人示弱，一定要把新药研发成功，不让大辉对我的信任白费。转眼间又到了真田集团的董事会，尽管黎央声明自己和那起杀人案无关，阿正哥哥和后藤还是抓着他损害公司声誉不放，要他辞职并道歉。后藤洋洋得意地说，自从你3年前上任研发药物起，公司的财报年年亏损，实验的志愿者们都退出了，我们的大客户也因为你的丑闻撤资了，你想把真田集团也拖下水吗？在阿正和后藤的互相配合下，会议室里一片哗然。在这么大的压力下，连曾是社长的母亲阿紫也难为黎央辩解了。
正当黎阳觉得事情要完的时候，一个董事突然接了研究院的电话，那些志愿者决定重新加入实验了。这段时间，黎阳每日亲赴研究院递交资料，恳请医生将材料交给试药人。心诚则灵，试药人中被黎阳诚意感动，把握机会，黎阳向董事们郑重承诺，研发新药虽出于个人原因，但必将惠及千万人，也将为真田集团带来巨大益处。我誓言1年内为我们集团贡献力量。这时，加赖给了我关键的助攻，向董事们阐述了新药上市后真田集团能拿到多少名利。最终阿紫敲定了结果，宣布1年后再讨论黎阳的去留。后藤和阿正的计划破产，俩人只得默默吞下失败的苦果。黎阳顺利闯过了这道难关，却不知即将面临新的风暴。就在黎阳开会讨论公司大事时，大辉和由一不分昼夜的搜索，最后在一间便宜的公寓发现了帽子男。紧接着，大辉与帽子男在窄巷展开追逐。就在大辉快要抓到他时，却被电车旁的栏杆阻挡。大辉用尽全力向帽子男大喊：“你根本跑不掉，逃避解决不了问题。”莫名其妙的，帽子男看着大辉似乎有话要说，但电车一过，他就消失在了大辉的视野中。大辉很快找到了帽子男在公寓的登记信息，正准备发出通缉令，这时一通匿名电话打进来。电话那头一个陌生男生说：“阿大，去那公寓803室打开电脑里的文件。”真相就在那里。称呼大辉为阿大的只有2人，黎阳和失踪10年的小优。大辉毫不迟疑冲进房间，颤抖地打开了那段加密视频，画面显示案发当天的杜爸与黎阳。黎阳争执过后很快离开现场，而杜爸则与摄像者发生了争吵，紧接着一双手朝杜爸伸去，结束了这位寻子15年老人的生命。大辉一瞥那双手上的伤疤，跟小优简直一样。与此同时，黎阳的电脑也播放了同样的视频。视频结束后，黎阳收到了一封邮件：16点19分，在车站大楼屋顶等你姐姐。黎阳赶到约定地点，见到一个缓步走来的戴帽子的男子。虽然已经10年未见，但他依旧立刻认出这少年就是他深爱的弟弟小优。黎阳急忙向小优关切地问候，好像忘掉了刚的视频。小优一脸心碎地说：“对不起姐姐，杀人的是我。”黎阳不肯接受事实，被直接揭穿，只能错愕地站在那儿。小优居然是杜爸案的凶手。场景一变，加赖巧妙地用障眼法分散了警察的注意，让小优与黎阳在酒店房间里独处。黎阳注视着弟弟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眼眶泛红，忍不住问：“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小优羞愧地垂头，缓缓透露了离开黎阳的真正原因。起初他很开心能和姐姐在一起，但时间一长，小优感到自己和真田家很不合适，在家里感觉自己像透明人，在学校也难以融入大家。他开始怀念白山大学宿舍的生活，那里有开朗的爸爸，还有温柔的姐姐，有群热心又靠谱的大学哥哥们。为寻回往日记忆，小优不知怎地用电脑恢复了旧手机数据，他重建了以前的旧照片，还发现了那段恐怖视频。虽然忘记了那晚的事，但小优明白是自己害了渡边，为不拖累挚爱的姐姐，小优决心离开黎阳，始终如一。小优一直住在阿紫安排的宿舍里，通过自学成为了黑客高手。3年前得知黎阳成了真田集团社长，他决定要帮姐姐一把，化身情报商接近黎阳的竞争对手后藤，用假信息阻碍后藤搜集关于姐姐的负面消息。回忆过后，小优含泪对黎阳说：“对不起姐姐，我知道你开发药物全是为了救我，但我已经受不了到处逃亡的生活，我打算去自首。”听到这话，黎阳立刻泪如雨下，他失控地对弟弟大喊：“你记得那段事吗？如果不记得，就说明没杀人，我不允许你自首。”但这时候姐弟俩心知肚明，无论他们如何自欺欺人，事实终究是掩盖不了的。另外，警方已经发布了对小优的通缉令。这时候大辉心里乱成一团，他真不想把这个嫌疑人和记忆中总是笑着的小男孩联系起来。接着又有嫌疑人进入警方视野，他是杜爸去世前有过接触的人，曾因吸毒被捕的阿泰。这天下午，大辉去了阿泰县经营的店里进行询问。案发那天阿泰有不在场的证据，只把杜爸找他的事跟大辉说了。大辉原本想问更多关于小优的情况，但看到阿泰的妻子和孩子，不忍心打扰这个家庭的宁静，于是匆忙告别离开。临走时，阿泰还向大辉透露了个关键线索：15年前渡边失踪那夜，他曾在梦中听到黎爸的尖叫，这让大辉不禁深陷沉思。那个台风吵闹的夜晚，黎阳家到底出了什么事？第二天一早，黎阳把加赖叫到家里，给他看了小优杀害杜爸的视频。没想到加赖异常冷静，好像早料到会这样。黎阳眼含泪水对加赖说：“只要1天时间，我和小优想回老家一趟，求你帮帮我们。”
黎阳本来以为会被加赖拒绝，没想到加赖淡定地说会支持黎阳的任何选择。接着在警察的看守下，黎阳和加赖坐上了去公司的保姆车。当车子经过一个路口时，黎阳趁着警方看不见的时刻跑下车，跑进了地下通道。他买了票，坐上了回老家的巴士。小优也坐上了车，紧挨着黎阳。但大辉早已察觉到了黎阳的动向，他和尤一悄悄跟踪着兄妹俩乘坐的巴士。确认小优的面孔后，大辉内心极度煎熬。他向警局的同事们透露了自己的判断，嫌疑人正是黎阳的弟弟。这是大辉首次感受到坚持正义竟是如此苦楚，但他此刻只得把痛苦深埋心底，担起警察应尽的职责。和黎阳分头行动的加赖赶到公司，发现后藤与写黎阳负面新闻的阿菊有私下联系，气愤地追问后藤为何要诋毁黎阳。后藤却未回答加赖，反而开始讲述自己如何遇见杜爸的故事。案发前4天，杜爸挡住后藤的保姆车，请他联系黎阳。在杜爸手中，后藤找到了很多跟老案子相关的证据。把这些文件交到加赖手里之后，加赖吃惊地看到，这些证据全部指向黎阳一家，一旦曝光，真田集团会受到致命影响。黎阳和小优一回到故乡，就去拜访已故的黎爸。在熟悉的地方，过往的回忆如潮水般淹没了他们兄妹俩。黎阳把一叠钱塞给小优，严肃地说：快跑，跑多远有多远，将来有一天回来找我。小优深知姐姐对自己的爱，但她不打算再逃避，她只希望在自首前再翻看一次父亲的日记，带着对姐姐和父亲的美好记忆去赎罪。同时，大辉和尤一也到了白山大学，找到了当初黎爸做宿管时留下的记录。他们惊讶地发现，黎爸在渡边失踪后第2天就向学校申请换车。尤一和大辉马上明白了，黎爸换车可能是为了转移渡边，但鉴于黎爸的身体状况，搬运一个成年男性极为艰难，很可能他还有同伙。而一直在挖掘黎阳公司黑料的阿菊，发现真田集团下属一个空壳公司，里面啥也没有，只有一台怪异的电话。阿菊偷偷进公司准备查实，一个神秘男突然袭击了他。阿菊醒来时，发现自己在车厢里被绑，绑架他的居然是以前和他一起斗过黎阳的后藤。那个下午，黎阳和小优走进封闭多年的田径部宿舍，找到了黎爸生前常用的写电子日记的电脑。他们吃惊地发现，就在黎爸脑溢血去世前1天，竟录下了一段视频。小优刚按下播放，正盯着他们动态的大辉和尤一也到了宿舍。尤一欲立即逮捕小优，但被大辉阻止。以洞悉真相的大辉希望小优和黎阳听完黎爸的遗言。电脑屏幕上，黎爸缓缓地说：我杀了意图伤害我女儿的渡边，这事跟我女儿儿子以及其他人完全无关。虽然面前没人，黎爸依然不停重申，我的孩子们是清白的，全都是我一个人的错。这位可怜的父亲无法挽救这些悲剧，只好把所有错误全归咎于自己。视频播放完毕后，小优和黎阳已经泪流满面。大辉慢慢走到那对伤心的姐弟面前，认真地对小优说：我真的很喜欢你和你姐姐，但在你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没能帮上忙。我向你保证，我这次一定会帮你。接着小优被尤一逮捕了，黎阳怎么恳求也没用，只能无奈地看着刚找回的弟弟又被带走。把小优送上警车后，尤一悄悄打了局长的电话，把大辉刚对黎阳兄妹说的告诉了他。黎阳特别害怕这次和小优分开就再也见不到，但因为大辉在控制，他连接近弟弟都不行。陷入绝境的黎阳只好悄悄向他最信任的加赖求助。此刻的加赖站在那发现杜爸爸的湖边，眼睛紧盯着那平静的湖面。